雨後的山徑，泥土的芬芳撲面而来。今天，他們将用双腳一步步丈量通往衡山三角點這7100公尺的山路。旅程的起點總有助意想不到的驚喜。步道入口旁的一處生態園區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成群的蝴蝶在這裡棲息，巨大的翅膀在晨光中展現着绚麗的斑紋。對於剛踏入山林的隊員們來說，這份不期而遇的生命力無疑是最好的開場白。夥伴們的笑語在林間回盪，為這趟登山之旅注入了輕快的節奏。告別了蝶群，一行人正式踏上主徑。連日的大雨讓森林蘇醒，也為步道帶來了考驗。空氣濕潤，滿眼盡是蒼翠的綠意。路旁巨大的姑婆芋伸展着葉片，彷彿撐開了一把天然的雨傘。但向導也適時提醒，這種美麗的植物其實帶有毒性，是山林中需要保持距離的朋友。很快，他們就遇到了第一個挑戰。泥土路段因為雨水浸潤，變得濕滑泥濘，青苔覆蓋的石階更是暗藏危機，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專注。腳下的觸感清晰地傳來，提醒着大家放慢速度。有經驗的隊員分享着過去不慎滑倒的經歷，這些輕鬆的談笑，實則是最務實的行前教育，讓團隊的氣氛在謹慎中依然保持着溫暖與互助。這群熱愛山林的朋友，話題總離不開下一座山。他們聊着明天的火焰山之行，也討論着不同路線的難易度，從輕鬆的步道到需要手腳並用的八仙山，甚至是令人敬畏的合歡北峰。對某些隊員來說，揮之不去的階梯恐懼，對昆蟲的害怕，或是曾經歷過的高山反應，都成為夥伴之間互相調侃卻又彼此體諒的趣談。這些對話勾勒出每個人不同的輪廓，也讓這支隊伍的形象更加鮮活。隨着步伐向前，一塊里程木樁靜靜佇立在路旁，上面刻着3380，這意味着從這裡到衡山的三角點還有超過3公里的路程。前方的道路轉為平緩的水泥與柏油路面，雖然少了原始山徑的野趣，卻也讓大家得以稍稍喘息，調整呼吸與步伐。旅程才剛剛過半，遠方的山巒在雲霧中若隱若現，真正的攀登還在後頭等住他們。隊伍沒有停歇，繼續邁開腳步，向着那共同的目標前進。晨光穿透樹梢，隊伍在登山口短暫停歇，眼前是平坦好走的步道，但他們討論的卻是那條更原始的稜線。結束了前一晚在營地的閒聊與整補，大夥的身體已經準備好迎接今天的挑戰。這條官方修整過的步道鋪設着枕木與階梯，安全而明確。對於一般遊客來說，是親近自然的最佳途徑，但對這群經驗豐富的山友來說，這條路似乎太輕鬆了。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望向旁邊岔出去，幾乎被芒草淹沒的小徑，那裡通往本地山友口中的中央嶺，一條視野絕佳但路跡相對原始的路線。話題在兩條路之間來回擺盪，這不僅是路線的選擇，更像是一種生活態度的對話。有人開玩笑說，走大路太安逸，少了點越野跑的訓練感。也有人回憶起上次在別的山頭，因為路況太陡，只能用屁股溜滑梯的方式狼狽下山，引來一陣笑聲。這就是登山的樂趣之一。一群人在山神的注視下，用最輕鬆的語氣討論着最耗費體力的決定。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聽出，挑戰與征服的渴望早已刻在身體的記憶裡。對他們而言，重複走一條熟悉的訓練路線雖然有效率，卻少了探索未知的趣味。他們更向往的是像古關七雄那樣有明確目標，需要花費心力去規劃與完成的系列挑戰。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，今天的路線終於定案。他們決定採取一個 O 型環走的路線，先走一段平緩的步道暖身，接着切上中央嶺，感受那裡開闊的視野與原始的路感，最後再從另一側的18彎古道繞回來。這樣既能享受到不同地形的樂趣，也能滿足大家對運動量的期待。隨着領隊一聲招呼，隊伍正式啟程，腳步踏上混合着腐葉與泥土的路徑。空氣中彌漫着清晨獨有的濕潤氣息，步道兩旁高大的樹木形成了天然的綠色隧道，陽光只能從葉縫中篩落，在地上灑下斑駁的光點。隊員們的對話聲漸漸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規律的呼吸聲、登山杖敲擊地面的清脆聲響，以及林間腦偶爾的鳴叫。這段開頭的緩坡是身體與山林重新建立連結的過程。有人提醒着前幾天被毛毛蟲引發過敏的隊友，要多注意周遭的動植物。這份山野間的提醒無關乎責備，更像是一種溫柔的默契。他們知道，在這片美麗卻也潛藏未知的自然裡，彼此的關照是比任何裝備都更可靠的保障。旅程才正要進入最精彩的部分，呼吸逐漸加重，汗水浸濕衣襟。這段連續上坡是通往稜線前的溫柔挑戰。告別了前段相對平緩的路徑，山徑開始毫不客氣地展現它的個性。連續的之字坡考驗住隊員們的肌力與心肺，腳步的節奏變得一致，只剩下登山杖觸碰地面的清脆聲響，以及彼此深淺不一的喘息，
在靜謐的林間回盪。雖然身體感受着持續爬升的疲勞，但隊伍的氣氛依然輕鬆。山友們的閒聊是這趟漫長旅程中最好的分散劑。話題從眼前的步道飄向了那些曾經走過或心之所向的遠方，從特富野古道的靜美聊到玉山主峰的壯闊。這些關於山的故事，在無形中為彼此的步伐注入了新的動力。林香隨着海拔升高而悄然變化，闊葉林逐漸被針葉林取代，陽光穿過樹冠的縫隙，灑下斑駁的光點，在布滿松針的土地上舞動。雖然身處濃密的森林中，暫時無法一窺傳說中的雲海，但這種被大自然溫柔包裹的感覺，本身就是一種奢侈的享受。領隊看住大家危險疲態的步伐，適時的喊停，讓全員進行短暫的補給。有人擰開水瓶大口暢飲，有人則從背包拿出能量飲，迅速補充流失的電解質。這短暫的停歇，不只是為了恢復體力，更是為了讓心神能再次與周遭的環境同步。重新上路，步伐似乎輕盈了些。這段路況良好，顯然是條維護得宜的熱門路線。突然，一陣細微的鏈條聲從後方傳來，幾位全副武裝的越野單車騎士正靈巧地閃過樹根與岩石，從隊伍旁呼嘯而下。他們是山的另一群愛好者，用不同的速度與方式，體驗着相同的熱情。短暫的點頭與加油，是山徑上無需言語的默契。這段看似沒有盡頭的上坡路，在隊員們的歡聲笑語與穩定步伐中，一點一點地被征服。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汗珠，但眼神卻依舊明亮。他們知道，每一次心跳的加速，每一次深呼吸，都是身體與山巒進行的最深刻的對話。前方的路依然漫長，但只要夥伴在身旁，每一步都走得無比踏實。旅程仍在繼續。離開前一個休息點後，步道迎來了連續不斷的上坡。陽光穿透林間，在錯落的樹根與泥土路上灑下斑駁光影。隊伍的呼吸聲在寧靜的山林裡顯得格外清晰。這段路旁可以看見一條被刻意整理出來、更加陡峭的土坡捷徑。這不是給登山客走的，而是專為越野單車設計的賽道。看住那近乎垂直的坡度，隊員們不禁討論起這項極限運動的刺激與危險。一位女隊員笑着說，自己光是在墾丁玩沙灘車都能翻車，壓傷了腳，從此對這類可能變醜的活動敬而遠之。這段小插曲引來大家一陣善意的玩笑與調侃，也讓這段費力的上坡路多了一些歡聲笑語。隨着海拔爬升，汗水浸濕了每個人的衣襟，持續的陡坡開始考驗着大腿的肌耐力，步伐也漸漸變得沉重。我感覺你在加速耶。感覺到體力流失的隊員忍不住向走在前面的向導抗議。他說自己明明是不太流汗的體質，現在卻已滿頭大汗。不會流汗就不要來走了，隊友們半開玩笑地鼓勵着。快到了，剩下700公尺而已。向導放慢腳步，回頭用沉穩的語氣說，這已經是最後一段上坡了，應該要好好珍惜，因為等會兒攻頂之後就再也沒有上坡的機會了。這句話像一顆定心丸，也像一個承諾，讓大家重新調整呼吸，穩住節奏，繼續向前。山徑蜿蜒，每過一個彎，似乎都能看見更開闊的林相。在喘息的空檔，話題從眼前的山聊到了更遠的山。大家聊起了象徵榮譽的小百岳與百岳挑戰。向導分享，要完登台灣本島以外的離島小百岳，其實更具挑戰性。特別是蘭嶼的紅頭山，不僅路途遙遠，路況也相對原始，需要特別安排假期才能前往。這番話勾起了隊員們對那座遙遠島嶼的回憶與向往。對於經常穿梭在附近山徑的資深山友來說，這座山就像自家的後花園，騎車10幾20分鐘就能抵達登山口，來這裡健行如同散步一般輕鬆。但對於剛接觸登山的夥伴而言，每一次攀登都是全新的挑戰與體驗。再給我半年，新手隊員開玩笑地說，我的第一座百岳都不知道跨不跨得出去。經驗豐富的隊友們笑着給出建議，可以從合歡群峰這類較親民的百岳開始。對山的熱愛讓他們總有聊不完的計劃。就在談笑間，隊伍來到一處更為陡峭的岩石路段。向導提醒大家，這裡稍微陡一些，但上去就沒了。這段路雖然比之前的更具挑戰，但因為知道終點就在不遠處，每個人的腳步反而更加堅定。轉過最後一個彎，一根刻住4等三角點8069的基石靜靜地矗立在眼前。這是今天的目標之一，文山的3個三角點中的第一個。連續上坡的疲憊，在看見它的這一刻，瞬間轉化為滿滿的成就感。才剛結束平緩的產業道路，真正的考驗正要開始。陡峭的階梯是通往稜線的第一道關卡，告別了柏油路面，隊伍轉進通往山徑的入口。迎接他們的是無盡向上延伸的階梯，空氣瞬間變得濕潤而安靜，只剩下自己的心跳與喘息在林間回盪。這段路沒有捷徑，每一步都考驗着大腿的肌耐力。隊友們輕鬆的談笑聲對比住他逐漸沉重的呼吸，汗水浸濕了他的衣衫。
但鏡頭下的他只是笑着回應隊友的調侃，繼續埋頭向上。他知道每一次感到酸痛，都是肌肉正在進化的證明。這是山教給他的事。走完漫長的階梯，步道轉為原始的泥土路徑，高大的樹冠遮蔽了天空，光線變得斑駁柔和，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路徑變得狹窄，濕滑的地面與盤根錯節的樹根，讓每一步都得更加專注。領頭的隊友不時需要撥開擋路的枝葉，為後方開路。這就是團隊登山的默契，不言而喻，卻溫暖可靠。就在大家專注於腳下時，一個意外的發現讓所有人停下了腳步。一叢新鮮的野生黑木耳靜靜地生長在腐木上。對於終日穿梭在山林裡的人來說，這是大自然最驚喜的饋贈。他好奇地伸出手，第一次觸摸到野生的木耳，那柔軟又帶着細微絨毛的觸感，讓他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這短暫的停留，不僅是身體的休息，更是心靈與自然的深刻連結。短暫的驚喜過後，持續的上坡再次消磨住體力。他停下腳步，雙手叉腰，向隊友們請求一個15秒的喘息時間。這似乎是他與自己身體的約定，一個短暫的充電儀式。補充完水分，他沒有絲毫猶豫，再次邁開步伐。隨着海拔爬升，前方的林木漸疏，光線也愈發明亮。當他踏上最後一階，一片開闊的平台遊山道路終於出現在眼前。遠方的山巒與藍天構成一幅壯麗的畫卷，涼爽的山風吹來，瞬間帶走了方才所有的疲憊。隊員們在這裡稍作停留，討論住接下來通往白毛山的路線。旅程還未結束，但此刻的寧靜與開闊已是最好的獎賞。遠方的稜線正靜靜等候住他們的到來。當陡坡化為平路，下山不是結束，而是一場與風競速的開始。告別了山頂的風景，身體的記憶似乎還停留在攀登的節奏裡，但雙腳已經迫不及待的在平緩的林間途徑上釋放累積的能量。這是一段難得的可以盡情奔跑的路段。隊友之間充滿默契的互相提醒，又帶着一絲戲謔的慫恿，彷彿在說，能一起訓練的機會不多，要好好把握。於是步伐變得輕快，身影在光影中穿梭，這是屬於山行者最純粹的快樂之一。奔跑的激情過後，隊伍的節奏漸漸放緩，回歸到漫步的悠閒。汗水蒸騰的空氣中，話題也隨之飄散開來。從剛才的橫山聊到遙遠的巴塘、康巴，那些只存在於資深山友地圖上的名字，在他們口中卻像是隔壁鄰居般熟悉。哪座山的登山口在哪裡？哪條路線的蝴蝶谷更美？哪裡的溪水清涼適合玩耍？這些看似零散的對話，串聯起的不只是山岳的資訊，更是他們共同走過的歲月，以及對下一趟旅程的無限想象。腳步從未停歇，但眼睛總能在不經意間捕捉到路旁的驚喜。一叢不起眼的小花在綠意中頑強地綻放住，夥伴們為它停下腳步，輕聲讚嘆。這就是山的魅力，既有開闊壯麗的宏大，也有這種需要彎下腰才能發現的微小而精緻的美好。走過平坦的泥土路，穿過錯落的樹根盤踞，前方的視野忽然開闊，一個木質平台靜靜地出現在林間。不用誰來確認，所有人都知道那既定的目標。今天旅程的另一個重要節點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歡呼聲不大，卻充滿了滿足感。三角點的石碑靜靜佇立，上面刻着橫山以及一顆代表小百岳的編號。這不只是一個地理標示，更是對所有付出汗水走到這裡的人們最溫柔的肯定。大家紛紛放下背包，拿出手機與相機，想把這一刻的喜悅連同夥伴們的笑臉一起定格。在鏡頭前，每個人都卸下了疲憊，只剩下登頂後的純粹快樂。今天的旅程從一場暢快的林間奔跑開始，在閒聊與漫步中感受山林的靜謐，最終在橫山之頂收穫了一座小百岳的印記。我們不僅用雙腳丈量了土地，更用心收藏了沿途的風景、夥伴的笑語，以及那些微小卻動人的生命瞬間。每一座山的結束，都只是為了下一座山的開始。橫山，我們來過了，而遠方的群山還在靜靜等待着我們的拜訪。